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周末无人驾驶的巨轮。这是一个，因为是周末，所以我想取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但是老实讲，今天这个话题一点都不轻松啊。今天人大常委会开会啊，开一个什么会呢？是为港版国安法量身定做的一个人大常委会啊。那么我相信在这个常委会上会通过港版国安法啊，完成它的立法过程，然后港版国安法会在香港公布实施啊，这是一个真正的扣扳机啊，真的扣扳机，就是说这颗子弹会打出来啊，就是港版国安法，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知道啊。真正的现在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水灾啊，水灾。那么这是我见到的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啊，引发最严重的洪水泛滥啊，在中国啊，这个我报一下这个新闻啊。6月27号，中央气象台再次发布黄色暴雨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连续26天发布暴雨预警啊。那么6月份进入主汛期，中国的汛期讲的是江河进入汛期啊。我回头会介绍一下啊。进入汛期，6月到8月是中国的汛期，中国的江河会进入汛期啊。汛就是涨水叫汛啊。南方地区已经发生了5轮强降雨过程啊，就是下大雨下了5轮了啊。截止6月26号，全国有26个省遭受洪灾，受灾人口是1374万，死亡和失踪81人，紧急转移安置是75万人，那么倒塌房屋1万间啊，直接经济损失是278亿。在此之前的6月22号，长江的支流綦江啊，綦江是主要的是重庆啊，在重庆全线告急。那么重庆水位监测总站发出了80年以来的首次红色预警。6月27号，湖北省宜昌市气象台连续发出了3个预警信号：8点19分暴雨黄色预警，9点11分橙色预警，9点55分红色预警，就是宜昌已经是一片汪洋。然后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啊，26个省发生了洪灾，这个范围非常大，而且这件事情在持续的发生。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中国最重要的2个媒体，一个叫人民网，一个叫新华网啊。这2个网站呢，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官方。新华网是国家通讯社，人民网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啊。这2个报纸这2个网站今天的第一屏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大概是这个样子。有没有洪水2个字？没有啊，一个字都没有，完全没有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人民网的我今天腿有点不方便，所以我得斜着做啊，不好意思啊。人民网是这样的，头条：挖掘金融乘数效应，完善2新1重投资模式啊，这什么鬼？谁听得懂？我听不懂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烂标题啊。然后它这里面有几个题目，中国抗疫彰显治理优势啊，这吹牛了，这是。端午节假期前2日，国内游客超过3700万人次
然后是政策护航，今年全年降低物流成本超过1300亿。香港将在课程中向学生介绍维护国家安全重要内容。中国医疗专家赴非援助抗疫受到广泛好评。然后人民直击，车主没锁车门致男童死亡应担责任吗？这个问题都会有，中国都会有啊。然后疫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专题里面有4条。第一条，卫健委26日新增确诊病例21例啊，美国确诊超过245万，欧亚多国积极应对疫情反弹，北京疫情非武汉流行毒株造成，近期有望控制。然后疫情网友建言，就平台实时动态关注北京辟谣。这就是人民网。有没有我刚才讲的这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字都没有，只字未提啊！在它的第一屏是一个网站，相当于报纸的头版啊，第一屏啊，因为它是往下拉。我们讲网站是3条边，报纸是4条边，上下左右啊4条边。我们讲报纸，网站是3条边，上左右没有下面，因为你一直可以往下拉啊，这叫3条边。所以网站的第一屏是最重要的，相当于头版啊。这个头版里面一个字都没提啊。想讲新华网头条，文旅活动迈向云端，端午假期透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总之就是我好啊，我好。然后是这个新华网还是非常吹捧习近平的啊。这场人民战争，习近平强力部署。大家知道在说什么吗？禁毒啊，禁毒。然后是习近平时间推进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这都是没有时效性的啊。然后是什么？商河杭高铁将全面贯通，豫皖浙3省高铁无缝对接啊，这里有了，新华网有了。今明我国降雨达鼎盛啊，鼎盛啊，它都要变好词儿，鼎盛啊。黄色预警，河南等地大暴雨啊。然后这是北京防控指引，常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啊。看见没有？它开始出来这些东西了。发布会，北京加强核酸检测的价格管理和引导。北京昨天确诊17例，平均40岁，一确诊病例曾聚餐。疾控专家文银不具备传播病毒的生物学基础。没有，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新华网报道这个是怎么报道的呢？2条新闻。第一条，今明我国强降雨达鼎盛啊，江南华南高温持续发展啊，这是一条。第二条，暴雨黄色预警，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这是新华网的2条新闻。人民网这2条新闻是什么？它有放得很下面啊，放得很下面。豫鄂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部有雷暴大风。应急管理部引导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防汛抗旱工作。你看这些新闻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字？所有的新华网也好，人民网也好，他们总共有4条新闻讲这个讲降雨啊。但在这个新闻里面只看了一件事情，下雨啊，下雨。在这个报道里面只涉及什么？气候现象，气象，只涉及气象。这里面没有人，这所有的新闻里面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人，没有人民，没有灾害，啥都没有，只有气象现象啊。这是什么？这就叫鸵鸟啊，就不报道。那洪水呢？洪灾呢？灾民呢？领导呢？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啊！我为什么今天取一个叫无人驾驶的巨轮？具体你在这第一屏看不到什么，
看不到人，没有一个人啊，既没有灾民，也没有领导，他就是个无人驾驶的巨人。这个时候，这个官员也不见啊，也没有官员啊，就是中国就像一个巨轮，无人驾驶的巨轮，在洪水中漂泊。那些灾民，对于那些灾民来说，这个他所遭受的这种人道灾难无处诉说，这就是中国的，这就是官媒。什么叫洗脑？这就叫洗脑，洗脑就这么产生的啊。到底中国在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其实有报道的啊，有报道，有内容的，有情况的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叫陈涛啊，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一轮大规模降雨是从四川盆地开始啊，西南四川盆地开始，然后向西向东啊，向西向东，这个向北向南这样延伸啊，也向西就是甘肃那一头啊，向东就是重庆啊这些地方往东，向北再向南，影响呢江汉、黄淮、江淮、江南。最强降雨实际上就大部分地区啊，就是华北的南部一直到除了广东、广西以外，往北岭南以北全部都发生，基本上这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啊。最强降雨的时段出现在27号到28号，同时还会发生什么雷暴和冰雹，所以这个河北、北京不是发生冰雹，跟这有关系的啊。27号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一带啊。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河南一带。然后28号集中在哪里？再往东走，安徽、江苏啊。然后安徽、江苏的这下雨就越来越大了。到了29号，就是明天，降雨逐步往南走，就江西啊什么这些，就浙江、江西啊这些往南走啊。那么降雨就开始减弱。那么总结一下，27号到29号啊，四川盆地、江淮、黄淮、江汉就是湖北是江汉，黄淮就是安徽啊，安徽、江苏、浙江。江淮是再往南一点啊，那么其中包括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有大暴雨、特大暴雨，祸不单行。7月2号开始，对不对？刚才不是讲29号开始减弱吗？7月2号开始，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又会再次爆发大雨，其中江汉、江淮降雨强度很大，就是湖北、江淮在安徽降雨程度很大。这么大规模的降雨啊，意味着什么？大家想一下，意味着什么？有人在关注这个长江三峡大坝，我认为长江三峡大坝没事啊，为什么？它只要泄洪就行了，而且它现在还没有到它的警戒线啊，所以早着呢。所以这个我不觉得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什么？洪水出现之后就是洪灾出现之后就是灾民出现之后就是伤亡之后出现的还有是损失，还有什么？还有饥荒，还有等等啊。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救援、救灾、救人、救命。啊，你可以看到，你有看到吗？你看，在新华网上面，在人民网上有看到吗？没有，这不是岁月静好，这是什么？这是麻木不仁，这是尸位素餐啊！我这次读对了哈，尸位素餐啊。中国有2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李克强，在上面没有出现。中国在人民日报，在这个新华网上面全部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局常委出现在这个版面上啊，他们干嘛去了我不知道，度假去了。但是中国有这么多个地方，1000多万灾民，1000多万灾民啊，然后有800多亿的损失啊。中国现在应该干什么？中国现在应该动员啊，中国现在需要动员。我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去年12月份我讲过啊，当时已经开始发生疫情已经开始出现蔓延的情况。那么到了1月初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你可以去看我们那个时候的视频，我每天基本上都在喊，中国需要开始动员，开始需要国家层面的动员。如果再不进行国家层面的动员，中国的疫情不可收拾。从去年的12月份，我一直喊到今年的1月份，直到1月23号才开始动员，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部署才开始动员。1月23号，然后第2天武汉就封城，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现在又在发生，发生什么？就是当中国在发生这么大范围的洪灾的时候，中国的最顶层的领导人麻木不仁，尸位素餐，就是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情。该做什么？动员。怎么动员？第一，从国家层面开始动员，要发出号令，要号令天下要支援这个灾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国家层面进行组织。现在只有一个部门在动，什么部门？叫应急部啊。应急部呢，应急部它因为它管的防控指挥部啊，所以它在管这个事情。其实应该是从军队到国务院都要行动啊。那么要组织什么？3件东西：人、财、物。财政部要拨钱，要去买救灾物资。什么叫救灾物资？就是粮食啊。灾民没地方睡觉啊，到处都是水啊，你说怎么办啊？人财物准备物资，还组织人手人力去做这个事情。现在再不去做就晚了。在我去年12月份我还说过这样，我一天天都在说这样的话。现在再不做这件事情就晚了，就会出更多的人命，产生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灾情之后就是疫症。为什么会有疫症？就是因为很简单的道理，所有的灾情都会死人，死完的人也会死，动物也会死，牲畜也会死，然后水就被污染，就会出现疫情。疫情是这么来的啊，疫情是这么来，任何一个灾情之后都会发生疫情，所以需要去组织对灾区进行救援啊，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它是这样，水利部其实今年年初就开始说过，他说今年中国的这个今年的汛期，6月到8月是中国的汛期，就是水位会上涨。这跟什么？这跟中国的气候有关系。中国的气候就是集中在6月到8月下雨，这是中国的气候，因为中国是季风气候。那么汛期中国的这个气候状况不好，然后呢极端的事件很多，就是老下暴雨啊，冰雹这些局部性的暴雨，这个非常重于常年，所以要做好。水利部就说过要做好防大洪水的准备，其实都知道的，这是一个灰犀牛。因为现在的超级计算机啊，帮助人类开始对气象的这个模拟和分析能力已经强过以前不知道多少倍。所以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气象预报很准，说下雨就下雨，说不下雨就不下雨，说晴天就晴天。为什么？就是因为计算机它对这个模拟的情况越来越先进，所以其实对现在的这个气象的预测越来越准。所以呢，中国呢夏天多雨啊，每年6到8月份就是它的汛期，然后经常发生严重的洪灾都发生在6到8月，通常啊。
那么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有个机构叫国家气候中心，它的分析数据讲的什么呢？讲最近10年中国的这个降雨量超过平均水平很多啊，超过造成洪涝灾害。过去10年啊，它这个其实现在6到8月份的水灾其实是一个常态，基本上是个常态。它这个数据是怎样的数据？2010年到2019年，就从2011年到2019年这10年间啊，只有2011年出现这个旱灾，2011年，其余9年降水量超过了过去40年的平均值很多，10%到20%啊。那么2019年全国出现了43次暴雨，比常年39次要多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从1961年到2016年，它有一个趋势分析，中国极端降雨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江淮啊，刚才我们接着讲江淮是指什么呢？指江苏、浙江、上海、江西、安徽、湖南、湖北，这叫江淮。长江跟淮河，江淮地区。华南指的是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持续极端降雨的情况非常明显。那么中国所有的重大的洪灾都是暴雨造成的1951年7月长江洪灾，1963年8月河北的洪水，1975年8月的河南大洪水1998年的长江就是华东水灾，华东特大洪灾，2016年洪灾每次都是暴雨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遥远的太平洋太平洋的水温上升太平洋水深上升让这个什么呢？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太平洋海面的海水的温度异常上升，改变了全球的这个大气环流，它导致全球的这个气温和降水的异常，就是原来这里降水降得多的，现在降得少了；原来这里降水降得少的，现在降得多了。或者是这里原来降水很多，现在更多。中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中国发生的情况是南方地区降水本来是很多的，现在更多了。现在是哪个地方降水降少了？华北地区。华北本来就是干旱，难得7、8月份下个雨什么的，现在不是，华北地区越来越旱，江淮地区降雨越来越多。大概是这样子，就有点像马太效应，洪水的地方给你再下雨，然后干旱的地方就不下雨，大概是这样。好，中国要持续发生一个这样的过程，中国有没有做应对方案？ No， 没有。70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什么东西？什么没改变？靠天吃饭。中国到现在针对这种极端的气候现象没有任何的应对，就成立一个应急部。应急部是什么鬼？应急部就是在防汛中三防指挥部，防汛、防旱、防什么忘记了，三防指挥部对不起忘了，脑子一下子短路。上面成立一个部叫应急部，就管着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鬼。所以他还是靠天吃饭。中共吹嘘我们有体制优势其实他的体制优势就是这样，就是任性。好吧，我们大概今天就讲一下这个题目，总结一下。中国现在面临一个，我不能说史上范围最大，非常大范围的洪涝灾害，不仅时间长，程度严重，
然后有数以千万的人口面临一个灾害啊，成为一个灾民啊。但是呢，目前中国到现在为止啊，这已经持续了5轮了，中央政府没有进行动员啊，这个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也没有去灾区视察啊。虽然我们经常批评温家宝是影帝啊，但是这个时候通常温家宝都已经穿着水靴站在水里拍照了。那么之前的像什么华东水灾，98年华东水灾，那么还有这个华南水灾，胡锦涛、江泽民都会站在水里面，穿着水靴站在水里面，给大家拍个照，告诉大家我来看你们。这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应有之义。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在哪里？不知道。这个李克强在哪里？没看见。中国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没选票。有选票你试试，你去看看台湾，你在台湾别说你省领导总统，你就是市长你试试看，没有官员出现。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现在中国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我经常讲，没有政治权利。如果你没有政治权利，你什么权利都没有。所以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你饭都没得吃。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好了，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提醒一句，最近洗粉严重，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好吗 ？OK， 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啊，谢谢。哎，我今天我都说错话呢。好，明谢一下。果潘色，谢谢王先生，真高兴又见面。国安法之后，可能我们香港也要翻墙，不过已经准备好了。OK，Elma，谢谢。问题：若美国制裁香港的银行，个人在该行的美元、港元存款会怎样？可以提取吗？还能往外转账吗？制裁香港的银行，那香港银行如果不让它美元结算的话，那你在里面的美元肯定是有问题的呀，对吧？因为它不能够使用美元，不能用美元结算。我觉得你还是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去 Citibank 开一个账号，把你的所有的钱转到那边去，不就啥事都没有了吗？对吗？很简单啊，所以你不用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安心，你去 Citibank 去开一个银行，开个账号就好了，好吗 ？Harry 峰，谢谢。席峰，谢谢。我是墙内专业技术人员。前几天我们这里把我再次编入基础民兵组织，并强调纪律。我认为有2个原因：一是可能为战争做准备；二是重点监控体制内的技术人员真实情况。为战争做准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吧。民兵现在还能打仗吗？现代战争跟民兵有关系吗？跟民兵没关系，我觉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监控体制内的技术人员有可能，中共最擅长干的就是这种事情，让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检举揭发。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恐吓大家，吓唬大家。其实呢，中共没什么。其实大家都在高估中共的实力，中共没那么大的实力。中共就是一个是恐吓，对内恐吓，对外欺骗，他没那么大的实力，他的实力打7折，打3折吧，就这个概念啊。所以
所以他对人民的一个最基本的办法就是恐吓，先恐吓，省事儿，把大家先吓住啊，吓住以后，这少了80%，剩下20%好办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思路。沈奕晨，谢谢 AAC 谢谢，请大家点赞支持王老师节目，谢谢你。姥姥王，谢谢。代表好友 Vicky 曹，感谢王先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谢谢。Jeff 王，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网友 Farazan 肥冷脆，请老师吃芒果糯米甜点，他住在泰国，谢谢。积极晨，谢谢。王老师好，自从看了您的节目，您对我们的人生指导意义已经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位老师。今天不小心和家里人亮剑表明了部分政治观点，直接被贴标签反历史、反华、反人民，真的被震撼和伤害到，只要反 CCP 就直接在制高点上被完全压制，甚至拿我的外国护照说事儿。虽然他们在海外居住了好多年，但在他们心里还是认为中共带领了人民富裕安康。这种老灾民你还是要体谅一下啊，体谅一下。我建议不要简单粗暴，还是慢慢来啊。自己的亲人嘛，又不是外人，所以对自己的亲人要和风细雨，要有耐心，要有爱啊，要有爱。马宁，谢谢。Shintaro， 谢谢。感谢马斯克星链卫星墙内打赏成功，王先生辛苦了。真的吗？真的成功吗？真的是马斯克星链卫星成功了吗？给我们介绍一下。东野主人，谢谢。观点，王舍这个标题很精辟，和我的感受一模一样。这些天内忧外患，七常委和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李汪这些人估计在罢工，习和他的嫡系知道自己开不了船，索性不管，可怜了老百姓。好吧。观点，三峡只管自己泄洪，下游人民受灾根本不考虑，下游城市领导又管不了三峡这个国级单位，只能看着人民受灾。第一个，三峡工程有泄洪吗？我没看到啊。我在理解，如果上下游都在下雨，他会怎么办？如果下游在下雨，上游没下雨，那他肯定是守的呀，不放水啊，对吧？如果是上游在下雨，下游没下雨，那肯定是泄洪啊。那么上下游都在下雨怎么办？上下游都在下雨，那要看它的库容。比如说它的库容是超过了库容还有余量的话，它肯定干什么？它肯定要停止放水，停止泄洪。这样的话可以对下游有帮助，虽然对上游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对下游有帮助。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多的计算计算什么呢？它怎么样做最合理？因为对他来说没有区别，对于三峡工程来说没有区别。三峡水库不管多少水，它都是发电，对吗？所以它没有动力去坑下游或者坑上游，它一定是算一个最合理的情况。还有一个什么？看天气。天气预计，上游会下雨还是下游下雨，他会拿一个方案，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来方案。所以三峡工程在中间，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它是中立的，它的利益是中立的，所以它不存在，它不考虑下游的问题，它应该是做一个合理的方案。我理解是这样。所以呢，人民受灾这件事情跟三峡工程没有关系，是天造成的。所以这个不能赖他啊！我们只说就事论事啊。提问：为什么现在的领导连做秀都不想做了？横啊，就一个字，横啊！就是我都不需要讨好你们了，屁民们，就这个意思啊！这就叫横。
观点：别说席包子不去灾区，看他露脸的时候，都不知道穿了几道防弹衣，和江湖是无法比的，表演都不会的包子弟。情况：中国最贫困的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缅宁县，6月26号到27号遭受特大暴雨，已经造成3人死亡，12人失踪。情况：坐标重庆，昨晚到今晚只停了几个小时的雨，一直在下。住在长江边上，看着茫茫的江面，心情抑郁。这可不就是西元那句话：长太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完全没反应啊。观点：以前每逢这个灾害，中央到地方都有防洪抗灾指挥部，现在没见到，中国上下毫无反应。奇怪，是否习的独霸功力已引起内斗？我不知道有没有内斗，但是肯定北京有点不正常啊，北京不正常。我翻了过去10天的报纸啊，就只有3个人出现过，一个是习近平出现过1次，李克强出现过1次，还有就是那个委员长叫什么来着？3个人出现过1次，就是开常委会开幕闭幕各出现1次，就这3个，其他人没有出现过，而且这些人也就出现过1次，10天出现过1次。而且你可以看到哈，人民日报很奇怪，人民日报现在的情况就是尽量编一些习近平的新闻，把习近平的大标题放到头版去，但是那个新闻是没有时效性的，然后没有照片的啊，这都是什么发个贺电啊，写个信啊，跟外国这个元首进行这种往来啊，这个看不见人的，很奇怪。人民日报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北京肯定异常，但怎么异常我不知道。这工委里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叫黑匣子政治，叫宫廷政治，这叫宫廷政治。宫廷政治是没有透明度的。你现在见到的外面那些各种说法，都是我不能说都是瞎编，但基本上90%都是编出来的啊。所以以这个为前提，你去看的话，看不到，基本上看不到啊。所以宫廷政治不透明啊，所以里面肯定是有事儿，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内斗肯定就是内斗啊，但是怎么个斗法，就这个才有意义。说他内斗，中共从他建党到现在内斗没停过，共产党就是一个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斗，他们就是斗，跟天斗，跟地斗，跟他斗，跟你斗，跟我斗，反正总之就是斗。这是毛泽东身上集大成，习近平也拿来用，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观点：半个月之前，桂林阳朔一带出现100年一遇的水灾，我看到的视频，阳朔西街已经全淹掉了啊，已经全淹掉了。受灾的人在竹排上抢救物资，这事现在过了，中央政府一个字没提。这次大面积的水灾估计跟上次一样，其实没有半个月啊，大概是10天左右吧啊。这2次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刚刚说5次预警，5次就其中有1次就是阳朔这一次啊。提问：这次水灾对中国经济冲击大概有多大？如果中共真的开始动员，是否会加速地方财政的崩溃？中央如果拨款，钱从哪里来？继续发放特别国债，中央政府还是很有钱的，很多钱的，所以从哪里来？从国库来，国库里面还是有很多钱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还说地方财政崩溃，动员就崩溃嘛？动员才不会崩溃，不动员才会崩溃。为什么？你只有动员救灾，把这个东西整好，你经济才会恢复啊。
你要是不动员都傻在那里，经济恢复不了，财政才会崩溃啊。所以是这样的情况啊，你把这个事情要说反了。还有一个就是对经济冲击有多大，我没概念。为什么？那你看，从今年开始就是疫情啊，疫情到现在其实经济还没有恢复。他们说经济恢复大概7、8成，我不相信，我认为5、6成就不错了啊。那么这是一块，然后你现在发生洪灾，洪灾发生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中国最富庶的区域，就现在洪灾，就现在洪灾的地方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当然最可怜的是哪？最可怜的就是湖北。你看疫情刚完，现在洪水来去都是江汉平原，江汉平原就是湖北。湖北你看洪灾，这个疫情过了就是洪灾，没停一下。所以湖北今年是最惨的，最惨的就是湖北。然后你看从长江中下游一带下去，江苏浙江不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嘛？然后再往南边，广东广西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所以基本上现在我觉得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冲击，我觉得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啊，这个不可小看啊，到底有多大我不清楚，要继续观察，好吧？观点，王先生也知道中共是脚踩西瓜皮，关于三峡泄洪所谓的科学计算，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三峡是提前泄洪的，估计从来不算，自从修了三峡，水灾越来越多。放不放水基于大坝的质量，只要保大坝不出问题，他们才不管下游。大坝出问题他们就打脸了，这点应该考虑进去。我不同意。三峡工程不是小孩过家家，它是个非常大体量的一个大坝，说以一个重力坝的这样的设计来说，我不觉得三峡那么容易出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那句话，对于三峡工程、三峡水利枢纽来说，放不放，对于上游负责还是对于下游负责，他的利益是中性的，他没有你说以保大坝为前提，我觉得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儿戏了啊，没那么简单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意识形态来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仍然要心明眼亮，看到问题的根本和真实的情况才行，不能够。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啊，他脚踩西瓜皮是没错的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当然，我认为他们还是千疮百孔，这个没有疑问啊。中共办事情就是办起正事来千疮百孔啊，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你说他有什么故意啊？一看的大坝不行就泄洪，如果你看见大坝不行就泄洪这个情况的话，那这个坝早就出状况了，好吗？你想一下，长江是什么呀？长江是什么？你想想，长江是什么呀？那放到那中间那个坝是开玩笑的，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啊！情况：坐标北京永定路附近，小区周边的餐厅从15号开始强制关门，到现在还没开，连麦当劳都没得吃。就我一直在讲，北京的疫情，你想一下，一天就十几个确诊案例都连流感的数量都比不上。我认为北京流感一天也得个好几百吧，2000多万的人口城市，好几百流感病例一点都不奇怪。那你说如果北京每天只有十几个病例的话，它至于连麦当劳都关门吗？你说，所以我认为北京的疫情，北京的病例肯定比他报的多得多，否则他采取这么严厉的管控措施干什么？他不匹配，两者不匹配。你想一下，中国经济什么情况？重启到现在一塌糊涂，起不来。你现在一不小心就把它全停，你后面是什么？你要不病死，要不饿死。你说说，饿死的几率比病死大得多，好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坚持认为，
北京的瞒报情况非常严重，北京的疫情比他们现在说的要严重得多啊。虽然我们也在北京，但是我们眼见的湖北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也眼见的北京怎么发生啊。我不了解现场，但是我了解中共啊。打卡多伦多观点，我很感谢王老师每天的付出，看着国内的灾难，身在海外真的是很难过。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加拿大工作，我所效力的银行鼓励给中国的灾民捐款，员工捐多少，银行捐多少，身边的华人、外国人都积极捐款捐物。12年过去了，看着政府麻木不仁，普通老百姓也只能跟着麻木。其实普通百姓也是自顾不暇。邪恶的 CCP 真的是人类的毒瘤，非常正确。问题，王先生曾经说过，英国给香港法治和自由，但没有民主。那么请问，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保证自由和法治？好问题。在墙内就听到很多人说，为什么香港人能接受英国人不给民主，而回归以后反而要民主？请问王先生如何回应？非常好的问题。对，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啊，英国在香港没有实行民主，它是要实行民主，几乎要实行民主啊，应该是在70年代啊，英国准备在香港引入这个民主制度，中共当时恐吓英国，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我就派部队去打你。所以最后英国放弃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要记住，香港本来会有民主制度的啊，这是被中共阻挠啊，这是第一个真相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国内的屁民们，你一定要知道，中共不给你民主，他们也阻止英国人给香港人民主，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是什么？虽然香港是个殖民地，它没有民主，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会做什么？他不会做坏事。为什么？香港是殖民地，它有个总督，总督后面是什么？英国政府。英国政府是什么？英国政府有民主，所以他们在香港干的坏事会在英国付出政治代价。所以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一部电脑。香港是什么？香港只是个显示屏，主机在哪？主机在伦敦。伦敦是什么体制？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保证那个主机不会出问题。香港回归到中国之后，为什么香港这些年一塌糊涂？为什么？主机从伦敦搬到了哪里？搬到了北京。北京是个什么？独裁暴政，显示屏就会出现一片混乱。情况就是这样啊，不是香港没有民主，只有法治跟自由过得挺好。如果那个主机出问题的话，没有民主的保证，自由跟法治也不存在。大家记住这一点，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法治和自由都是不确定的，都是个无法保证的东西。为什么香港可以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所以只有法治跟自由的情况下，它依然繁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英国是君主立宪，它有民主制度的保障，所以香港才在这个情况下才能活下来，而且活得挺好。原因是这个。那么97为什么出现状况的原因是，主机从英国民主制度的英国搬到了独裁专政的北京，民主、自由跟法治都保不住了，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OK， 回答了吗？观点：中共的灾害管理一直停留在被动式管理上 ，reactive management。科学的方法是主动式管理 ，proactive management， 两者要结合起来。当然 ，CCP 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民生，主要是会严重动摇中共治理基础的时候才会放上议事日程。目前我相信
列在中共日程上的几件事，疫情、经济、香港问题、美国制裁，甚至他们之间的内斗，在他们眼里最重要性远远高于洪灾这件事。非常对啊，讲得非常好。观点，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中流传的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人不是成本，也不是物件，是不断进化现状和现实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任何时候，不管情况有没有多么糟糕，不到不得已，绝对不要放弃员工和节流发明创造的成本。OK， 这很聪明啊，因为这是企业之本。一个企业的觉悟都比一个国家高。感谢父母送我出国，当时的家庭状况实属不易。通过疫情也明白了为什么父母会和我说，出去了，这辈子就永远不要回来。观点，今天微信的腾讯新闻重点推送的消息，晚报，印度现在暴雨雷暴天气，一天内107人遭雷击身亡，城市四处被淹。国内的媒体都盯着外国，事无巨细报道他国的灾害，对本国的灾害自动无视，不看不听不说。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无耻流氓啊！毛泽东在评价纳粹就说，纳粹的生命力就是进攻，进攻停止了，生命就没有了。共产党和纳粹是一致的，说得很好，就是要进攻，就是要斗。其实斗就是进攻，斗其实是一种思维，进攻是一种策略。我认为斗最能反映中共的思维，就是什么情况下，不管进攻还是防守，都是斗啊。情况，这次武汉疫情，北京市每天公布确诊病人的人数和他们的活动轨迹、家庭住址。我发现所有被确诊公布的人员都是在北京有正式住址、居住条件比较好的人员，染病的没有农民，居住在农民房的外地人，住在单位搭铺的、军事单位的、无家可归的，这些人几百万人，难道他们没有染病的吗？是不是都被政府和谐掉了？他们都被抹掉了。你想一下，建筑工地最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所有的建筑工人住大通铺，传染源吧，有一个染病，没有人可以跑得掉，这第一个。第二个，建筑工地的食堂，那就是大家在一个房间里面的就这么吃，所以而且这是第一。第二，建筑工地的人口流动非常高，我这边要用人，加2块钱，加5块钱，马上就有人来，就从那个工地跑到这边来，加5块钱就有人来，所以这人员流动非常的密集，非常的快。所以你想一下，第一，聚合，吃住干活都在一起，这第一个。第二个，流动，从这个工地到那个工地，流动非常高。所以你像北京有多少建筑工地，你想一下。所以我不说别的，就是这一块它一个都没有，这不神经病吗？你说情况，我住华盛顿州府，武汉肺炎疫情之后，我拿到州府的纾困救助金1200元。星期四收到保险公司的信，由于疫情，保险公司把车和房屋的保险金从每月280.43降到179.82，降了35.88%，这就是民主国家对待人民的态度，是这样的。提问，上次听王老师分析美国现实对中共仍然严重误判，最近国安顾问 Brian 承认对共政策从30年代就是错误的，是否表明正在纠正错误？听到王老师的话，哈哈。美国其实美国不是现在才纠正错误，其实美国从去年前年就开始在纠正错误，但是这是个过程，不是一夜一拍脑袋，哎呀，原来中共是敌人，不是这样的，是他的认知是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从2015、16年就开始有了。
就开始有一些部门、有些机构、有些学者开始讨论这个议题，讨论中共的威胁这个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的，它是一层一层来的啊，就是说先是这些智囊智库啊，开始对这个事情开始反思，他们写的一些东西开始传播啊，在政府内部，在国会开始这种意识开始出现，这种意识开始引发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然后这个议题变成一个社会议题，这个社会议题又引发公众的关注，然后又有新闻事件，比如说疫情，推动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强化了大家的看法，然后强化了看法就开始改变什么？改变政策，政策就开始进行调整，就开始抓那些他们认为的敌人了，开始抓敌人，政策开始全面进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出现之后，其实中共最愚蠢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香港议题啊！在香港议题之前，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共识其实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因为疫情有一半来自于病毒，另外一半来自于中共伤害，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呢，你要在疫情的这个对中共的这种追责上要统一立场是有点困难，因为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判别啊不是很一致。你认为80%是中共的责任，他认为20%是中共的责任，大家协调立场有点难。真正协调立场的就是香港议题。香港议题没有别人的责任，就是中共的责任，而且中共背信，这叫背信，背弃你的承诺叫背信，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背信行为，而且白纸黑字放在桌子上面，中英联合声明跟基本法，结果中共赤裸裸的去违背它，而且外交部发言人简直就是帮大家统一思想，就是讲的那些话，什么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已经是完成了，那是个历史文件，没有责任，我们对他没有义务，没有责任。你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就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帮助西方国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协调立场，西方国家一下子就协调立场，一下子就统一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只有单一的责任人就是中国。这件事情一办好，所有的事情都好办了。所以真正出问题是什么？真正让大家统一思想的是香港议题。所以我们有个题目叫香港议题，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上聚合，在这个旗帜下统一了，然后就开始你可以看，其实急先锋是什么？五眼联盟，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美国、新西兰太小，我们假设它不算它基本上没有被中共纳入这个，但是其实最核心的是这4个国家，这4个国家中共没办法对付不了英国，对付不了美国，那就拿加拿大、澳大利亚开刀，所以他开始对付的是加拿大跟澳大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刚开始也没有这个他不习惯直接对抗，但是他们也开始做这些动作，开始抓那些什么贪污受贿啊，这个很容易的，这个你把政策翻过来，西方的这个手段更先进、更文明、更好办，他真要做，他是刚开始我就说大家都在高估中共的实力，他其实做起事情来千疮百孔，他就是正事也做得千疮百孔，他没有那么高明，他只是趁你不注意，趁你没上心，趁你不明白的时候他得逞，但是你真的要跟他下手干，他就是看得过去有100，其实他就30，他实力也就30，你真的一棍子拍下去，他就嘿嘿一乐赶紧逃跑，他只能是这样。所以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进程，所以现在处于一个这样的进程当中，就是西方国家
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立场，然后他们开始逐步，你美国跟欧盟开始形成对话机制，对协调对华的政策啊，这是欧盟跟美国双方都需要。只要欧盟跟美国建立这个机制，其他的国家不就五眼联盟不用说嘛，对不对？然后剩下不就剩下一个日本嘛？日本不用说啊，安倍早就已经表态了，要对中国追责，要把产业链从中国拿出来。日本早就表态了，不用拉的。还有剩下就还有一个韩国，韩国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美国往哪走，他就往哪走，他被美国保护着，所以你剩下的国家就不多了呀。印度现在是什么？印度跟中国正搓火呢，中印边界这场仗有可能打起来的。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中印之间没有打仗的欲望，但是所有的战争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偶然的。为什么？就是说，虽然这两个国家并没有打仗的欲望，但是他们还可能发生战争。原因在哪里？原因是这是不以人，战争有的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比如说这个中印之间的冲突，好，我们具体情况我就不说了啊，大家自己上网查，一大堆的新闻在那里摆着。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印两国都在向边境增兵，你上导弹我就上坦克，你上坦克我上战机啊，就向上，你上战机我上火箭炮，双方都在急剧的向边境增兵。为什么？防范对方进攻，双方都在干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会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之前发生的这个紧张局势，这个紧张局势对印度也好，中国也好，都不想打仗，都不想进行一场战争，但是因为害怕对方，其实是对对方的不信任，和危机感，双方持续的在增兵。如果有一天这个紧张局势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到了双方都认为对方马上要进攻我了，那这场战争就不可避免。所以中印之间，我之前当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时候，当时我是不屑一顾的，我说中印之间没有战争的需要，也没有战争的可能，因为双方都不想战争。但是当局势发生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中印的战争是可能的啊，中印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面就是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你想过吗？这个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这个塞尔维亚青年啪一枪打死，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之间是必然发生的？不是的。但是其实你看双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所以这就是什么？我经常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放弃掉，因为啪这一枪打过去，谁说是必然发生的？不是必然发生的，这是偶然性事件。所以历史经常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发生啊，在出其不意的地方出现拐弯。你比如说像清朝逊位，清朝逊位有一个原因非常重要，我们历史书上没讲过，就是当时的革命党人进行暗杀活动，爆炸，去经常革命党人做炸药，自己把自己炸死。这个爆炸造成什么？造成这个清朝政府胆都吓破了。为什么？以当时清朝政府的情况，没有下台的可能啊。为什么？袁世凯帮清朝政府训练的这场新军，在国内没有对手啊，谁能打得过他？到后来一直革命军也打不过他。国民党那个时候北伐打赢过吗？没打赢过啊。这清朝的新军是没有对手的。所以为什么革命党要天天去搞暗杀？原因是根本没办法打赢呢。所以你说历史的必然是什么？理论上历史的必然就是现在清朝还在执政啊，因为他没有对手，当时的经济情况也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清朝下台了，为什么？爆炸给你刺杀暗杀，胆都吓破了。当然，这个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说，其中有些因素就不是历史必然发生的啊。扯远了，又扯远了，对不起啊。好，我们继续，超过时间了。到哪儿了呀？好，观点。看了新闻，80岁的陈方安生上月丧女，她宣布退出政坛。陈方安生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布政司，也是第一位女性布政司，多年来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声，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中央竟暗示说陈方安生退出政坛也难逃国安法惩罚。在这种情况下说出这种话，太丧尽天良了吧？他没有天良，共产党没有天良，没有良知，他目的就是一个政权。陈方安生是一个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啊。那么在很重要的时候，他站在香港人的一边，我非常尊敬他啊。他也是很有政治智慧的啊。他和邓莲如他们那一票啊，都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政治精英啊。那么陈方安生宣布退出政坛，我老实讲，我一点都不意外。现在是什么时候？对香港来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撤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撤退的时候。陈方安生退出政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撤了，这个阵地我们要放弃，就是这个意思，理解吗？这个阵地马上会有炮击，我们要撤离。所以这个时候我在这里我劝大家，有退路的香港人能撤就撤吧。这是一个非常伤感的新闻，这也是一个非常伤心的新闻。香港人应该撤退了啊！不念了，明谢 J 共，谢谢王老师，美西和团队辛勤工作，很高兴能找到三观正为平民发声的平台，谢谢。Melon C， 谢谢，请王先生吃瓜子。Eagle X， 请美西喝一杯 Ice Mocha， 可好？好。Sean， 情况，星链最近13日一次放了58颗卫星，已经轨道上达到540颗卫星，其中400颗开始提供服务，今夏已经开始接受 beta 测试了，小规模的测试。OK， Amy 王，谢谢，坐标台湾，感谢王老师每天给我们带来专业分析。自从微信被封号，我再也没有用过，希望南京的朋友没事。请老师喝台湾珍珠奶茶，谢谢。刘毅，谢谢，请王老师喝茶。中国寒门噩梦这集因为工作没有听到直播，听到后实在愤慨。今天的话题也很深刻，如果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也太可悲了。JP Tonight， 谢谢。提问，在国外割韭菜，比如做空特斯拉，把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关闭，让股票下跌，割外国人的韭菜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想得美。Daniel 梁，谢谢。Patrick 长，谢谢。Alan 文，谢谢。达卡德州达拉斯，感谢王先生，我们一家人正坐在早餐桌听您的节目，谢谢你的支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谢谢。